靓仔，俺媳妇儿快不行了，求你救救她！深更半夜，一只堪比成年男人大的黄鼠狼趴在我床头。我陆川，曾经的3甲医院外科医生，现在吓得想钻进被窝里喊救命。我盯着他那双楚楚可怜的豆豆眼，声音颤抖道：“大哥，我是拿手术刀的，不是接生的，你找错人了吧？”这黄鼠狼名叫黄大，急得直磕头。村里人都说你厉害，求求你救救俺媳妇儿和孩子，俺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看着他那副要哭出来的样子，我又回想起不久前那场意外。半个月前，那个男孩死在我手术台上时，他家里人也是这么求我的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一碰手术刀，我的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。我狠下心对着黄大说：“我已经不做医生了，你走吧。”我把黄大赶出门，关上后门，门外变得寂静。我坐在床边，脑子里全是那个病人家属的咒骂声，彻夜难眠的滋味太难受了。要是没人管，那几条鲜活的生命就真没了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还是没忍住，重新打开了门。黄大没走，正垂头丧气地趴在门口，见我出来，眼睛里瞬间有了光。快把你媳妇儿背到我院子里来！我的林间小院是个典型的北方民居，屋子里混合着消毒水和陈旧木头的味道。我赶紧在桌上铺了层干净的无菌布，把这当成临时诊室。黄大背着他媳妇冲进来时，那母黄鼠狼肚子隆起老高，已经没力气叫了，疼得浑身打摆子。我心慌得厉害，但作为医生的本能让我强行冷静下来。我翻出压箱底的手术包，给他肚子上的毛消毒。我拨通了以前妇产科室友的电话，对面迷迷瞪瞪的接了。我快速交代了情况，在对方的远程指导下，我心里总算有了点底。听好了，我得给你媳妇儿做手术，能不能活得看天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握住手术刀，在那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的手又开始不争气的发抖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半个月前的手术台上。我咬咬牙，稳住手，一刀切开了皮层。奇怪的是，刀口处竟然冒出丝丝黑气。我没心思管这些，死死盯着出血点，强迫自己稳住刀尖。我利索地动了刀，没过几分钟，几个湿漉漉的小家伙就滑进了盆里。吱的一声，黄大的媳妇终于缓过这口气，虚弱地叫了一声。3只肉乎乎的小生命迎着外面第一缕晨曦出生了，母子平安。黄大喜极而泣，忙着给媳妇和孩子舔毛。我脱掉带血的手套，看着自己那双终于不再发抖的手，心里那块压了半个月的大石头在这一刻悄然松动。我走到阳台，看着太阳即将升起，打了个电话给老同学。母子平安，我好像又能拿刀了。你真的打算在那山沟沟里待一辈子？我看着指缝里还没洗净的一点血迹，没吭声。小川，医生这行救死扶伤是本分，可有时候命这玩意儿真不是咱们能拦住的。那件事以后，我一直担心，做咱们这一行，天天见生离死别，你不能只要生不要死，人各有命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打算回来吗？我望着天边那一抹还没散尽的晨曦，不由自主的沉默。嗨，我就随口一问。说真的，我也想撂挑子不干了。今年也不知道撞了什么邪，产妇多得排不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那已经升起来的朝阳，转身回了屋。黄大的媳妇还在我临时搭的小窝里休养。我在院子角铺了点干草，撒了点消毒粉，让他们一家5口先凑合住。过了2天，天刚亮，奶奶就在门口嚷嚷开了。她指着门口一只还没凉透的野鸡，好奇地问我：“这哪来的野鸡呀？”我顺着院墙墙根一扫，果然看见磨盘后面探出一个小脑袋。黄大正拿那双豆豆眼热切地盯着我。可能是哪家走亲戚送错了吧？奶奶好笑地看了我一眼。送礼还能送到大门口没人要？每天一开门，门口必然躺着一只野鸡。吃了3天野鸡的我，现在打个嗝都是一股鸡味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特意叫住黄大，让他以后别送鸡了。黄大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，像是听懂了。第2天，门口的血腥野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堆红彤彤的野果，还挂着露水。乖孙儿啊，那是黄大仙吧？前2天我就瞧见了，这些东西肯定是他给咱们交的住宿费。你还别说，这些小东西真有灵性。能不灵性吗？他不仅会交植宿费，还会讲人话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黄大每天起早贪黑，送礼的内容也是花样百出，从野果山药到不知名的草药。黄大媳妇的伤口在我精心调理下好得飞快，没过多久就能带着崽子满地乱爬了。终于在一个傍晚，黄大带着全家老小跟我告别，说是要回后山林子里去，送走了这帮编外病号。我的生活总算重归平静。只是这平静日子还没过几天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，那种熟悉的嘟嘟声又响了。我以为是黄大又送礼回来，无奈地过去开门。都说了不收住宿费，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哑了火。门口不是黄大，而是一堵毛茸茸的通红的墙。那是一个身高2米多的庞然大物，浑身皮毛在月光下泛着暗红的光，一双碧绿的眼睛像2盏小夜灯，看得我当场打了个冷颤。它巨大的阴影直接把我整个人包了进去，压迫感重的让我差点当场跪下。我一动不动，内心疯狂大喊救命。这玩意儿一口能吞我3个。那大怪物先开口了：“你就是那个救了黄家人的神医。”我哆嗦着没敢接话。他是哑巴。大怪物低了低头，视线往下移。顺着他的视线，我看见他那巨大的爪子下面安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小东西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刚走没几天的黄大。我找回一点声音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大怪物没回答，而是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2排阴森森的獠牙。我吓得心跳都停了。完了，这是要开饭了！还没等我尖叫出声，脚下一轻，整个人直接离了地。
我被他像拎鸡崽子一样甩到了后背上，顺势把还没回过神的黄大也一起塞进了厚实的红毛里。抓稳了。紧接着，这红毛大怪物爪下生风，带着我就往后山林子里钻。山风冷的刺骨，刮在脸上生疼，我四肢都冻麻了，只能死死揪着他的红毛。我趴在他背上，颤声问旁边的黄大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黄大也懵着呢，缩成一团，小声回答：赤九是突然冲进我家找我，让我带路找你，说是有急事。赤九，这红毛狐狸叫赤九。奔跑间，我们路过了一处后山的废庙，那地方早没人去了，围墙塌了一半，在惨白的月光下，我看见神龛上的一尊断头神像，那颗泥塑的脑袋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，此刻正侧着脸，那双空洞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远去的方向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我趴在赤九宽阔的背上，整个人随着他的奔跑，在红毛里颠簸，冷风嗖嗖的往领口里钻，我觉得浑身骨头都要被这疾驰的速度给颠散架了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赤九的脚步终于慢了下来。四周不再是那种枯枝烂叶的腐臭味，反而透出一股子清冷的香气，像是昂贵的沉香，混合了山间野草的味道。黑暗中，那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，伴随着密密麻麻的窃窃私语。赤九怎么带了个两脚兽回来？这人类看起来细皮嫩肉，一定很好吃。赤九疯了吧？他居然敢带外人进圣地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怕不是把我直接带到他们的老巢了。完了，陆川，你这回不是来救人的，是来送外卖的。赤九没理会那些议论，驮着我继续往前走，直到停在一个巨大的山洞前，他才俯下身子让我下来，嗓音沉闷地朝里开口：母亲，我找到能救大哥的人了。山洞深处，缓步走出几只毛色各异的狐狸，为首的那位身形比赤九还要魁梧一大圈，周身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。最让我眼珠子快掉出来的是，他身后竟然垂着3条长长的蓬松尾巴，在空气中微微晃动，压迫感强的我腿肚子直转筋。这就是赤九的母亲，也是这山里的权威者。青丘被这一大群狐狸围在中间，我那消失已久的巨物恐惧症瞬间爆发了。青丘那双碧绿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沉默得像一尊古老的石像。我背后的冷汗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周围的狐狸们瞬间炸开了锅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大哥伤成那样，人类怎么可能治得好？我看还是趁新鲜吃了吧。这是一只毛色火红、一脸凶相的狐狸，赤九叫他二哥。万一能治呢？黄家那小子不是说这人类有点真本事吗？这是另一只看起来稳重些的灰狐狸，两边吵得脸红脖子粗，根本没人在乎我这个当事人的死活。你懂个屁！你才懂个屁！我内心疯狂吐槽：大哥，你们给个准话行不行？是打算把我红烧了还是清炖？别光在这儿搞这种临终关怀的辩论赛啊！就在我 CPU 快要冒烟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青丘终于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低沉且优雅，却带着一股子上位者独有的威慑力。人类，抬起头来。我僵硬地扬起下巴，对上那双深邃如寒潭的闭塞眼眸。黄大说，你剖开了他媳妇儿的肚子，救了一窝崽子，是吗？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嗓子眼干得发不出声。青丘缓缓问道：用的是你们人类的法子，对吗？我继续点头，跟个缝纫机似的。青丘陷入了漫长的沉默，巨大的狐狸头微微低垂，似乎在权衡利弊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来。那个老二见青丘犹豫，喉咙里发出不耐烦的咕噜声，那哈喇子都快滴到我鞋面上了。哥，你能不能矜持点？好歹也是狐仙一脉，注意点素质。老九，带他进去。青丘终于发话了，赤九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老二不乐意了，尖叫道：母亲，您真信这个人类？万一他在手术时动点手脚？青丘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老二，你的脑子要是能有你的口水一半，也不会到现在还没化形。老二瞬间哑火，委屈巴巴地缩到角落里玩尾巴去了。我跟着赤九走进了山洞，黄大爷连滚带爬地跟在我脚边，小声念道：神医别怕，青衣他们最讲道理了。他们的道理可能是治好了是神医，治不好就是开胃菜。走进山洞，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。洞内并不阴暗，石壁上长满了散发微光的荧光苔藓，照得里面亮如白昼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怪的味道，野兽的骚味里掺杂着极昂贵的沉香香气。越往深处走，那种浓烈的血腥味和一股腐臭的交互感就越重。在最宽敞的一个石窟里，我见到了他们的大哥白眼，那是只体型大得惊人的白狐，此刻正气息奄奄地趴在石床上。他那一身原本雪白如绸缎的皮毛，被暗红发黑的血迹染得乱七八糟。最恐怖的是，他的一条前腿正以一个诡异的反关节的角度扭曲着，伤口深可见骨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伤口竟然在往外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，这是阴煞之气。我只看了一眼，职业本能就盖过了恐惧，眉头紧紧拧在一起。大哥，赤九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蹭了蹭白眼的鼻尖，白眼勉强睁开那双金色的眼瞳，虚弱地吐出一口气，连叫声都听不见了。我走上前，蹲下身子，想去检查伤口，老二又跳了出来，呲着牙拦住我。你想干什么？离我哥远点！我没空理他，直视着赤九。我要近距离观察伤口，
不然我没法判断能不能救。赤九对老二低吼一声，老二这才不情不愿地挪开，他那眼神活脱脱，像是在看一个随时会谋财害命的庸医。我戴上医药箱里最后一副备用无菌手套，轻轻拨开白衬伤口，周围黏糊糊的毛发。那一瞬间，一股冰凉阴寒的气息顺着我的指尖直冲脑门，冻得我打了个冷颤。在那个深可见骨的创口中心，竟然嵌着一片黑亮的磨盘大小的鳞片，鳞片边缘锋利如刀。周围的肌肉组织已经完全坏死发黑，正随着黑烟的冒出不断向外蔓延腐坏。他是被什么东西伤的？我声音有些发颤，不是吓的，是被这离奇的伤口惊到了。赤九眼里冒火，是黑岩崖那只歹毒的鹰王，他用那片邪灵暗算了我哥。我明白了，这不是普通的撕裂伤，这是复合伤口。由于鳞片上附带的阴煞能量污染，导致伤口根本无法自愈，反而像腐蚀剂一样在吞噬生命力。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实话实说，毒素和阴煞已经在扩散了，再拖半个时辰，这腿别说保不住，他的命也得玩完。石窟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几十双狐狸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。青丘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后，巨大的阴影覆盖下来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我大脑飞速运转清创，切除坏死组织，排除阴煞。在现代医学逻辑，只要切除污染源，结合灵气净化是有机会的。可问题是我面对的不是普通病人，而且我那该死的手抖又开始了。我攥紧拳头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稳一些。我得做手术，把鳞片拔出来，把坏肉全部剜掉。风险很大，我没有适配这个体积的麻醉药，它必须硬扛，而且我需要绝对干净的热水、止血的草药，还有最锋利的刀。你要的我都能给。青丘盯着我，那种眼神仿佛能穿透我的灵魂。他没往下说，但我知道外面的狐狸都已经排好队，准备吃午饭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要是失手了，我也没打算活着出这个洞。我看向石床上的白眼，他也正看着我，那双金色的眸子里竟然没有一丝面对死亡的恐惧，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和托付。那种眼神，那个死在手术台上的25岁年轻人，最后也是这样看着我的。他那是充满希望的托付，而我却弄丢了他的命。别逗了，陆川，你来这是救命，不是等死的。我抬起头，眼神前所未有的冷冽。准备东西，立刻手术。狐狸们的效率惊人，赤九很快带人架起了一口巨大的石锅，里面灌满了从山泉引来的清水，烧得滚沸。几只灵巧的小狐狸叼来了一堆被打磨得极其锋利的玻石片，那些石片的质地很特殊，边缘闪着寒光，不比我的手术刀差。我把所有石片和镊子都扔进沸水里反复煮。作为主刀医生，我看向赤九，你带人按住他，绝对不能让他乱动，否则这一刀下去，他就真没救了。赤九重重地点头，整个人压在白眼的腰腹，另外几只大狐狸也分别固定住四肢。白眼会很疼，你撑住。白眼微微闭眼，算作回应。当我捞起那片滚烫的石头，在感受到皮肉触感的那一刻，我的手又不争气地开始颤抖起来，幻听像潮水一样涌来。庸医，你还我儿子的命！你不配穿这身白大褂！我眼前的视线开始模糊，白狐的血似乎变成了那场手术台上怎么也止不住的红。神医，神医！黄大焦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颗散发着淡淡绿光的凝神草，直接凑到我鼻子底下，一股清凉彻骨的香气猛地钻进肺里，像是一盆冰水当头泼下，瞬间冲散了那些噩梦般的杂音。我回过神，再次对上白眼那双安静等待的金色眼眸。他没说话，但他在等我。奶奶说过，我这种人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只要心不乱，手就一定稳。我凭什么不信我自己？我闭上眼，将所有的恐惧和愧疚全部强行压进心底。再睁眼时，世界干净了，手终于稳了。开始了。我手起刀落，动作干脆利落地划开那层已经纤维化的腐肉。白眼发出一声低沉的压抑到了极点的闷哼，整个身体剧烈的痉挛了一下。赤九他们拼命压住爪子，在地上抓出深深的痕迹。黑紫色的血混合着黑烟喷涌而出，我没有任何迟疑，注意力前所未有的集中。我满头大汗，汗珠顺着鼻尖往下掉。黄大在旁边机灵地用干布帮我擦汗。终于，我的石片触碰到了那个坚硬的异物，找到了。我用2片长石片当做临时镊子，小心翼翼地探进创口深处，死死夹住那片黑色鳞片的边缘。那鳞片像是有生命一样，还在白眼的肉里微微颤抖。都给我按紧了！我大吼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向上一拽，扑哧一声，一片巴掌大的黑色血鳞被我硬生生拔了出来。鳞片脱离身体的瞬间，一股浓稠到发紫的黑气疯狂冒出，最后在荧光苔藓的照耀下逐渐消散。我根本不敢停歇，立刻拿起煮好的草药水，疯狂冲洗创口，然后用细小的石片一点点刮掉残留的腐肉，直到伤口里流出的血液从黑紫色变成了鲜红色，我才感觉到肺部的空气重新开始流动。我大喊道：“水，快喂他水！”白眼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，那是失血加剧痛造成的休克前兆。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缝合。这伤口太大，光靠药膏根本不顶用，可我这根本没有适合狐狸皮肉强度的缝合针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手心不自觉冒出冷汗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青丘走了过来，他身后的一条尾巴忽然散发出银色的微光，随后一根极其细长的银色毫毛自动脱落，在空中飞舞了一下，竟然变成了一根带着发光银线的缝合针。用这个。青丘的声音透着一丝虚弱，我呆住了。
这得是耗费了多少修行才能换来的东西。这只三尾狐为了救儿子，是真的把身家性命都压在我这了。我没有犹豫，接过那根温润如玉的银针。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次缝合，针尖轻巧地穿过白眼的皮肉，银线在伤口间交错，像是带着某种治愈的旋律。我缝得极其缓慢而认真，每一针的间距都严丝合缝。当最后一个线结打好，我整个人脱力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感觉灵魂都被抽空了。手术成功了，我看着白眼在石床上沉沉睡去，他的呼吸虽轻，但已经变得平稳，原本发青的鼻头也恢复了一丝血色，他活下来了。山洞里一片死寂，几百只狐狸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。下一秒，赤九走过来，低下他那颗威风凛凛的大头，小心翼翼地温柔地蹭了蹭我的脸颊，毛茸茸的带着山间的清爽味道，很暖。随后是老二，这个刚才还想吃我的家伙，此刻垂头丧气地走到我跟前，深深地低下了头，像是在为刚才的鲁莽道歉。接着石窟里所有的狐狸齐刷刷地朝着我的方向俯下了前身，那是一种无声的却厚重如山的谢意。我坐在冰凉的地上，看着满手的血和那根依然散发着微光的银针，突然笑出了声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砸。我救活了他，陆川，你还是个医生，你还能救人，不对，你还能救命。我在狐仙洞里待了3天，这3天的日子过得比我在城里当主治医师滋润多了。渴了有狐狸送来的晨露，饿了有烤得滋滋冒油的山鸡，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但脆甜多汁的野果子。睡觉的地方铺着厚厚的干草，上面垫着一层软得不像话的动物皮毛，躺上去软绵绵的，舒服的要命。我心想，这哪是遭罪，这简直是进了动物版的总统套房啊！白眼的身体素质强悍的离谱。第3天早上，他那条原本深可见骨的腿就已经能点地慢慢挪动了，他身上那层雪白的皮毛重新焕发了光泽，除了缝合处那道细细的银色痕迹，几乎看不出他前几天还在鬼门关反复横跳。他走到我跟前，那双金色的眼瞳里再也没了之前的痛苦，全是温和的谢意。谢谢你，人类神医。白眼开口了，声音清亮好听，跟山里的泉水似的。我正低头整理我的医药箱，头也没抬头的回了一句：不用客气，医生的本职工作而已。说完这话，我自己先愣住了。辞职回村后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说出医生的本职工作这几个字，我竟然说得这么顺溜。青丘也对我客气了很多，不再是那种随时准备把我当点心的眼神。他告诉我，他们是青丘山脉流传下来的一脉，守着这片林子已经几百年了。至于黑岩崖的那个鹰王，是他们的死对头，一直想抢这片地盘。我听得一愣一愣，感觉自己不仅跨了界，还顺便客串了一把《聊斋志异》的现场观众。临走前，青丘叫住了我，他递给我一片火红色的叶子，叶脉里隐约有流光在动，像一团烧不着的火。这是赤岩草，不仅能解百毒，还能辟邪。我刚想推辞，青丘那双碧绿的眼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收下吧，陆川，你身上灵气纯粹，在这山野之间，容易招惹那些不该招惹的脏东西。带着它保命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灵气纯粹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这种玄学体质？没等我细问，青丘就转身回了山洞深处，只留下一阵清冷的沉香味道。赤九主动承担了送我回家的任务，2米多高的红色巨狐走在我身边，压迫感杠杠的。林子里路过的野猪见了都得绕道走。快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，赤九停住了脚步。以后要是想找我，就对着这棵树喊3声赤九，我听得见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他那颗毛茸茸的大脑袋，没忍住伸手抓了一把，手感真不错。赤九憨憨地甩了甩尾巴，想了想又补充道：我大哥叫白眼，我二哥叫赤二，我娘你叫他青姨就行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你们这起名方式也太省事儿了。赤九没听懂我的冷笑话，只是咧开嘴露出一排排牙，笑得挺灿烂。回到我的林间小院时，天刚蒙蒙亮，奶奶正推开房门准备去仓房拿工具，结果刚一抬头，整个人就定在了原地。这阵仗可真是不小啊！奶奶眯着眼，语气里竟然没有半分惊恐，差点没直接坐地上。好家伙，昨天还干干净净的小院，这会儿快成山货批发市场了。墙根底下堆着3只野山鸡，一只少说也有几十斤沉的野猪后腿，还有2捆处理的整整齐齐的珍稀草药。磨盘旁边放着一篮子水灵灵的灵果，红得发亮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清香味，甚至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山鸟正扇着翅膀，在窗台上整齐地排开一串亮晶晶的彩色石头。乖孙儿啊，你这朋友挺大方。奶奶指着院墙上笑呵呵地说道。我顺势往院墙上一瞅，社死感瞬间爆棚。赤九那颗巨大的红脑袋正搁在院墙根上，一双碧绿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打量着奶奶，像个巨大的没藏好的毛绒挂件。我赶紧冲过去，一边试图把赤九的大脑袋往下按，一边尴尬地跟奶奶解释：那什么，这就是我山里的一个远房朋友，这些都是给咱们的住宿费。赤九发出不满的嗷呜声，委屈地缩了缩脖子。奶奶放下手里的簸箕，走到那堆山货面前，捡起一颗灵果擦了擦，咬了一口。你这朋友挺大方，这果子真甜。我看着赤九1步3回头地钻进林子，心里的紧张感才稍微松了下来。奶奶走过来，拍掉我肩膀上粘着的狐狸毛。既然回来了，
就安生待着。山里的邻居虽然规矩多，但比城里的人好相处。心里的某种阴影似乎在这一刻淡了许多。乖孙啊，你这几天是不是想通了？我看着奶奶那双看透世俗的眼睛，用力的点了点头。想通了，我不必非要在城里的手术台上救人，只要能拿起刀，能保住一条命，在这个林间小院里，我也是医生。生活似乎重新回到了正轨，每天陪奶奶在院子里晾晒草药，偶尔去镇上买些生活物资。只是我的院子变得越来越热闹。今天门口放着一篮子还带着露水的红果，明天窗台上摆着2株品相极好的老山参，不用问，都是后山那帮毛茸茸的朋友送的。黄大那小子偶尔也会带着媳妇来看我，3只小肉团子已经能满地打滚了，在我脚边蹭来蹭去，萌得我心都化了。我那个妇产科的室友又给我打电话，小川，你到底还回不回来？我们科新来的实习生缝个皮，手都抖得跟帕金森似的，我快气炸了。我听着电话里的抱怨，走到院子里，看着满园子的山货和远处云雾缭绕的大山，笑了。不回去了。为啥？你真打算在村里修仙啊？我在这儿找到了新的病人。新的病人？你们村卫生所连个心电图机都没有吧？我神秘一笑，我的病人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挂了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空气里都透着清爽。就在这时，院门被轻轻挠了2下，我走过去开门，一只浑身湿透的小水獭正抱着受伤的爪子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医生，我的爪子被螃蟹夹了个口子，好疼。他说话的声音细细小小的，还带着一丝丝阴冷的气息。我低头一看，那伤口周围果然渗着一缕极淡的黑气。进来吧，先给你做个清荒，顺便清清这股阴煞。我的乡村诊所今天又开张了，日子就在这种奇妙的节奏里一天天过去。我的病人种类越来越多，有摔断了腿的傻狍子，被赤酒一巴掌拍晕了直接扛过来的，有误食了毒蘑菇口吐白沫的小野猪，被他母亲哼哼唧唧拱到我门口，差点把我院墙给拱塌了。还有一只得了抑郁症的百灵鸟，天天在我窗外唱悲伤情歌，吵得我脑仁疼。我给他开了几天的化疗，主要内容是听我吐槽以前医院里的那些医疗纠纷。没想到几天后他病好了，甚至还想给我介绍个对象。另一只长得挺俊的百灵鸟，快看快看，长得挺俊吧？谢谢，但种族不同，大可不必，真不考虑。我的医疗技术在口口相传下成了这座山里的金字招牌，不仅是赤九和黄大他们，名声甚至传到了隔壁山头。某天深夜，我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，我还以为是地震了，冲到院子里看，好家伙，一头跟小卡车似的黑熊正把爪子搭在我的院墙上，探头探脑的往里看，它身边还跟着一只猴子，急得抓耳挠腮。看到我出来，那猴子滋滋叫着，指了指黑熊的腿。我顶着巨大的生理压力走过去，这黑熊一张嘴，那冲天的口气差点没把我送走。好家伙，他那一口烂牙都快烂到牙根了，牙缝里竟然还挂着糖果包装纸。你这是偷了多少小孩的糖吃？黑熊委屈的嗷呜一声，巨大的身体缩成一团。你这得拔牙，而且不止1颗。我严肃地说。黑熊抖了抖巨大的熊脸，露出了人性化的恐惧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能去求助赤九。我对着老槐树喊了3声，红色的影子瞬间窜到我跟前。你找我？我把黑熊的情况一说，赤九乐了。这家伙嘴馋，遭报应了吧？他倒是积极，直接去洞里给我搞来了工具，2把巨大的磨得发亮的石钳子。我看着那比我大腿还粗的钳子，陷入了沉思。最终我还是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法子，我让赤九和几只健壮的狐狸死死按住黑熊。我用结实的藤蔓一头绑在烂牙上，一头绑在了赤九那条大尾巴上。赤九，哎，听我口令，往前冲！1、2、3，跑！只听嗷的一声惨叫，一颗硕大的烂牙带着血丝飞了出来，黑熊疼得满地打滚。赤九被尾巴上的拉力拽了一个趔趄，我捡起那颗牙，松了口气。下一刻，整个后山都回荡着黑熊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以及狐狸们幸灾乐祸的笑声。等我拔完所有烂牙，又用灵气帮他清理了牙床里的腐臭，黑熊已经瘫在地上，生无可恋了。记住了，以后不准再偷糖吃。黑熊流着眼泪，虚弱的点了点头。从那以后，黑熊成了我的又一个保镖，每天准时送来一罐最新鲜的蜂蜜，还会盯着那些顽皮的小猴子，不准他们来我的诊室捣乱。我的生活过得比退休老人还悠闲，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。那天我正在给一只扭伤脚的野兔敷药，院门被人砰的一声踹开，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中年男人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斯文里透着一股子狠劲。他推了推眼镜，那双冰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是一条盯上猎物的毒蛇。你就是陆川？你是谁？他没回答，而是上下打量着我，嘴角露出一抹让人不舒服的弧度。果然，这体质里带着灵气。我那探子说，在山里闻到了白眼伤玉的气息，看来就是你出的手。他每走近一步，我都能感觉到一股浓烈的阴煞之气扑面而来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陆医生，你有这种本事，正好我有大用处，必须跟我走一趟。我不去。我果断拒绝，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。男人冷笑一声，身形未动，手里的黑色纸符却无风自然。由不得你。
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垫子里晾晒的那几筐干草药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黑，最后化成了灰烬。我心里发毛，这种手段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。我厉声问道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只是在清理一些垃圾。他看向我，眼神里的贪婪毫不掩饰。两个穿着黑西装的跟班从他身后走出来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我下意识后退，心跳快得要撞破胸膛。就在两个黑衣人要抓到我的一瞬间，一道黄色的残影从角落里飞出，一口咬在了其中一人的手腕上。是黄大，他呲着牙，找死！男人随手一挥，一股黑气直接将黄大拍飞，撞在院墙上，喷出一口血。我瞬间红了眼。黄大！看来你的朋友们保护不了你。男人步步逼近，就在这时，大地开始轻微的震颤，一股沉重如山的威压从门外涌入，黑熊庞大的身躯堵住了大门，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怒吼，原本憨厚的眼神此时满是凶戾。院墙上刷刷出现了几十道身影，赤九赤二，还有那一群眼神不善的狐狸，一个个盯着黑袍男露出了锋利的爪子。天空中上百只飞鸟盘旋而下，连刚养好伤的小水獭都从水盆里爬出来，龇牙咧嘴的瞪着男人。男人和他的人彻底看呆了，扶着眼镜的手微微颤抖，看着我身后那个3米多高、正流着哈喇子的黑眼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走上前，感觉到山里原本祥和的气息变了，一股浓烈的阴煞在周围蔓延，但我不怕。我看着那个黑袍男人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：“我说过，我不去。我的朋友们好像也不太欢迎你。”他的手下咽了口唾沫，看着周围那几百双凶狠的眼睛，腿肚子都在打颤。陆医生，有话好说。我笑了，这感觉竟然该死的爽快。现在想好好说了。我环视着周围这些挡在我身前的身影，心里稳了许多。我看着那个黑袍男人，一句话也不再多说。那个黑袍男人临走时的眼神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推了推金丝眼镜，阴森森的笑了一下，那眼神看得我心里发毛，准没憋好屁。陆川，你会来找我？他留下这么句没头没脑的话，带着那两个半死不活的跟班，灰溜溜的钻进了山林深处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毛毛的，总觉得这事没完。奶奶走过来，淡定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理那疯子。他在这一带名声臭得很，叫什么清虚道长，整天不干人事。”我干笑两声。那场风波之后，我这小院算是彻底火了。原本我以为送走了那尊大佛，我能清静几天，没想到这才只是个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黄大家那口子又来了，这次不是来报恩的，而是怀里揣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急得直抹眼泪。神医，快救救我邻居，他把自己玩坏了！我低头一看，沉默了。那是一只蜷缩成球的刺猬，浑身长满了细密的刺，但这回它身上扎满了5颜6色的塑料袋和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玻璃渣。他这是去垃圾场蹦迪了。黄大媳妇哽咽着，他贪吃，钻进游客扔的零食袋里，出不来了。翻滚的时候把这些脏东西全扎肉里了，现在伤口都流脓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地拿出我的医疗箱。有了上次给白眼动手术的经验，这种清创拔刺的小手术对我来说有手就行。虽然手偶尔还会因为想起那个清虚道长的眼神而抖一下，但灵气一运行，心神也就稳了。成功解救了刺猬邻居后，我的名声在后山算是彻底炸开了锅。我的家正式成了一个非自然生物指定挂号处。今天是那头瘸了腿的黑熊，嘿咻嘿咻地扛着一颗巨大的老山参过来换药；明天是那只失恋了想不开，非要拿脑袋撞树的猫头鹰，被他的邻居送过来；后天更离谱，一条修炼了几百年的蛇精，因为贪吃吞了一整头死猪，结果那猪肚子里全是没消化的石头，他把自己给噎得直翻白眼。我每天一睁眼，门口就排起了长龙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土里钻的，物种之丰富，堪比动物世界大型录制现场。奶奶一开始还惊讶，后来也习惯了，甚至还在院子里搭了几个遮阳的棚子，给这些病患当临时候诊区。乖孙啊，你这算是找到事业第2春了。以前在城里救人，现在回村里救仙。奶奶一边给一只断了翅膀的喜鹊喂小米，一边感慨。我苦着脸，心里疯狂吐槽：我一个前途无量的3甲医院外科主治医生，现在沦落到给蛇精通便，这跨界跨的，我都想去考个兽医证了。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么一直鸡飞狗跳下去的时候，白眼和赤九又来了，但这回他们没用原形。院门被推开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看呆了。走在前面的男人穿了一件白长衫，头发随随便便扎在脑后，那张脸长得比电视上的大明星还好看，尤其是那双金眼睛，冷冰冰的又挺有派头。那是白眼，他身后跟着个穿着红火劲装的壮汉，长得浓眉大眼，浑身腱子肉，一看就是个能一拳打死牛的狠角色。那是赤九。我愣在原地，手里还拿着给松鼠洗胃用的软管。你们变身了！赤九大大咧咧的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白眼客气的跟我打了个招呼，那举手投足的劲，一看就跟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样。陆神医，别来无恙。我把软管放下，擦了擦汗，叫我陆川就行。又是哪位大仙吃撑了，还是撞树了？他脸色一沉，刚才还闹哄哄的院子一下子就安静了，那些小动物全吓得不敢吱声。都不是，陆川，山神大人失踪了。我愣住了。山神？
这山里真有山，不仅是失踪，山里的灵脉快要断了。他指了指后山的方向，我看过去，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，这会儿竟透着一层淡淡的、让人不舒服的灰气，那种气息和清虚道长身上的阴煞之气一模一样。自从山神大人不见后，阴煞之气就开始疯狂蔓延，很多生灵因为灵脉枯竭开始发狂。若是灵脉彻底断，这满山的生灵，包括这个村子，恐怕都要被阴煞吞没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清虚那个诡异的笑容。是那个黑袍男干的，多半是他。他觊觎山神的力量不是1天2天了。我们找了一圈，只有你身上的灵气能直视并清理那些阴煞。神医，我们得救回山神，救回这大山的脊梁。我沉默了，说实话，我怂了。我只是个拿手术刀的，现在居然要我去拯救生态系统，这跨度是从外科直接跳到了地质灾害救援。我只想在村里当个咸鱼，每天修修补补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就挺好。但当我转过头，看着院子里那些正满怀信任看着我的小动物，断翅的喜鹊、缺腿的黑熊，还有那3只正绕着我脚脖子打转的黄大仙幼崽，如果灵脉真的断了，它们都会死。我想起在那场医疗事故后，是这些生灵让我重新拿起了刀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废人。山里的生灵救了我的心，我也得救他们的命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往屋里走。行了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去收拾东西。我回到里屋，动作利落地收拾起药箱，我塞进了特制的混了灵气的消毒酒精，那是这几天我自制的破魔药水。我小心翼翼地取出青姨送给我的那根灵性毫毛，也就是那根银针，把它别在领口。最后，我把那株赤眼草揣进怀里，感觉一股暖流瞬间护住了心口。管他什么道长，反正我的手术刀能救命，也能让他吃点苦头。我背起药箱走出房门，看着院子里并肩而立的白眼和赤酒，走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。去救那位山神大人。白眼看着我，金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欣赏。只要你肯去，就是最大的希望。只要那位山神大人别太沉就行，我这小身板可背不住神仙。赤酒哈哈大笑，一把拎起地上的大斧头。放心，有我呢。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回头看了看奶奶，她正站在门口对我挥了挥手。乖孙，早点回来吃饭，我晚上给你炖排骨。我挥了挥手，转过身，跟着那一红一白2道身影，大步朝着那片透着灰气的深山走去。去后山废庙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坑洼，那是条藏在深山老林里的荒路，草长得比人还高，压根没处下脚。我背着医药箱，每走一步都得拿棍子在前面探探，生怕踩着什么不该踩的玩意。越往里走，光线越暗，天色阴沉沉的，跟要下雨似的，空气里透着一股子冷，那是种直往骨缝里钻的湿冷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。周围的树木长得奇形怪状，枝桠乱晃，瞅着跟一群在黑暗里伸手的鬼影没两样。路上我看见了几只倒闭的野兔子和山雀，这些小动物身上都缠着淡淡的黑气，皮肉已经发黑腐烂了，那是阴煞侵蚀的痕迹。我心里越发沉重，这山里的污染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走了快2个小时，那一座破败的庙宇总算露了头，这就是后山废庙，围墙塌了大半，门窗早烂没了，神龛上挂满了厚厚的蛛网，那颗泥塑的脑袋依然侧躺在泥土里，半张脸埋在杂草中，那双空洞的眼睛在手电筒下显得愈发诡异，瞧着怪瘆人的。这鬼地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连个虫子叫都听不见，静得让人心里发虚。我走进庙里，绕着倒塌的神像转了一圈，在神像后面的墙根处，我发现了一扇生锈的铁门，隐藏在杂草和乱石堆里。铁门没锁，伸手一推，嘎吱一声，在这死寂的庙里传出老远，一股浓重的土腥味、腐臭味扑面而来，熏得我直翻白眼。门后是一条黑黢黢的暗道，窄的只能容纳1个人侧身通过。我对身后的白眼和赤酒说：“我下去看看，你们在上面接应。”赤酒急得抓耳挠腮：“神医，下面太凶险了。”要不还是我打头阵。我摆摆手，你那块头万一卡在洞里，我还得费劲把你拔出来，纯属添乱，万事小心。要是发现不对劲，立刻上来。暗道里的石阶又湿又滑，上面长满了黑绿色的青苔，踩上去跟踩在肥皂上没两样。溶洞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水潭，洞顶垂下无数尖锐的石笋，滴答滴答往下滴着水，水潭里的水黑得发亮，还不停地往外冒黑泡，透着一股子刺鼻的恶臭，丝丝缕缕的阴煞之气从潭水里升起来，把整个空间挤得满满当当，憋得我胸口发闷。在水潭的正中央扎根着一棵已经完全枯死的千年古树，树干上贴满了血红色的符纸，随着阴风微微晃动，瞧着邪门得很。而在那枯树上，竟然用4根粗大的铁链死死地锁着一个人，那人满头白发长到了脚踝，琵琶骨被铁链直接穿透，整个人被钉在树干上。他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但他瞧着跟那些脏东西不一样，倒像是个受了大难的正经神仙，跟周围的阴煞格格不入。每一次锁链晃动，都伴随着一阵让人心颤的哀鸣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就是白眼他们说的受难神灵。我大着胆子往前蹭了几步，想看清楚他的伤口。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微微抬起头，他的眼神看着挺和气的，但里头全是腾出来的血丝。脚底下突然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我低头一瞧，是一块木质的令牌，掉在污泥里。我捡起来抹掉上面的泥巴，手电筒光一晃，上面刻着2个字：清虚。我瞳孔骤缩，心跳差点停了一拍。果然是那个死道士干的好事。清虚道长，这死道士果然在这憋着大招呢。我就知道那天在院子里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准没憋好屁。就在我盯着那块令牌发愣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冷笑声。我猛地回头，手里的手电筒差点甩出去。原本以为能钓到那2只狐
狐狸，没想到先送上门的是你这个小医生。黑暗中，一个穿着黑色道袍的身影慢慢走了出来，正是那天那个穿着黑袍的道士。只不过现在的他，那副假惺惺的模样全不见了，满脸都是狠毒和贪心。在手电筒的光照下，他笑得阴森森的，看着让人心里发毛。是你！我握紧了手里的医药箱，心直接沉到了鞋底板。你把珊珊大人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清虚道长眯起眼睛，看着坛中央被锁住的那个人，眼神里全是狂热。我是在帮他解脱。这整座山的灵脉本就是生生之气，他站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轮到我了。你这就是明抢，还说得这么里面堂皇，这道士当的也太不要脸了！你懂什么？我修道200年，眼看寿元将近，却迟迟无法突破，凭什么他生而为神，就能坐拥这一山的香火？享无尽的寿元。既然天道不公，我便自己来取。我用100年修为布下这噬灵阵，引动地府阴煞，一点点磨掉他的神体，断了他的生机。只要将他完全吸干，我便能成就长生不老之身。这整座大山以后都得听我的。我听得后脊梁直冒冷汗。所以白眼大哥身上的伤，也是你搞的鬼。那只白狐狸，他满不在乎地弹了弹指甲。他运气不好，撞上了我送给鹰王的那个化灵邪灵，没死算他命大。本来以为他死定了，没想到居然被你这么个凡人给治好。我真的很好奇，把你抓回去切开看看，或许我的计划还能再快上那么几年。话音刚落，他随手一挥，袖子里竟然飞出几道漆黑的雾气，在半空中化成几只锋利的箭矢，直接朝我的心脏射了过来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脑子里全是救命。危机关头，我想都不想，一把掏出领口别着的轻移送我的那根本命毫毛护身符。我心念一动，那片护身毫毛感应到我的意图，银光流转间，竟化作了一根细长的银线针。救命啊！我闭着眼大喊一声，把银线针甩了出去。银光一闪，那根银线在空中迅速放大，竟然化作了一道半透明的银色屏障，死死地挡在了我面前。黑色的箭矢撞在屏障上，发出一连串刺耳的摩擦声，最后冒出一股黑烟消散了。清虚道长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冷哼一声：“又是那只老狐狸留下的东西，我看他能保你几回。”我这时候也顾不上害怕，职业本能竟然在那一瞬间压过了恐惧。我死死盯着他身后那个巨大的阵法，盯着那冒着黑泡的潭水和枯树。虽然不懂阵法，但看得出那里的气息最乱，就像缝合不稳的伤口。我攥紧了药箱里的手术刀，心跳虽然快，但手居然一点都没抖。一道残余气息而已，也想拦住我？清虚冷笑一声，手里的黑气瞬间压了下来。那道由轻移毫毛化作的银色屏障发出一阵牙酸的嘎吱声，眼看就要碎了。我心急如焚，我没时间在这里坐以待毙，目光飞快地在整个溶洞里乱扫。最后我的视线定格在了潭中央那棵枯死的千年巨树上。虽然我不懂什么玄学大阵，但作为医生，我一眼就看出那里是整个病灶中心，枯树就是阵眼，只要切了这颗毒瘤，或许就能反败为胜。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炸开，我反手从医药箱里抓出手术刀，还有青姨给我的那根银色毫毛针。就在清虚道长击碎屏障的瞬间，我没有后退，反而猫着腰猛地冲了过去。清虚显然没料到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凡人敢主动出击，愣了一瞬，就这一下，我已经冲到了潭边，纵身跳上了那棵枯树，露出水面的老根，冷气顺着脚底板钻进来，冻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潭水里的阴煞之气像嗅到了血腥味的苍蝇，疯了似的朝我涌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要被冻成冰碴子了。好在怀里的赤岩草散发出一阵滚烫的热力，暂时驱散了寒气，让我僵硬的四肢恢复了力气。我没敢停下，手脚并用地爬上树干，来到了那个被锁链穿透琵琶骨的人面前，离近了看，穿透他身体的不是普通铁链，而是刻满了密密麻麻、不断蠕动着黑色符文的铁链。那铁链就像一条条寄生虫，正源源不断地从他体内抽取金色的神力，顺着树干灌进地里。这就是最致命的出血点。你敢乱动！身后传来清虚气急败坏的怒吼，他反应过来，几道黑气化作利箭朝我背后射来，我根本来不及躲闪，只能死死咬住牙，将手里的手术刀狠狠插进了锁链和树干连接的节点上。我体内的那股纯粹灵气顺着刀尖猛地灌了进去，给我断！噗嗤一声，几道黑气利箭扎进了我的肩膀和后背，剧痛让我眼前阵阵发黑，喉咙里泛起一股甜腥味，但我死活没松手。这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那个让我陷入梦魇的手术室，耳边是一气刺耳的报警长鸣。那天我没能留住那个年轻人，但今天我绝对不能再放手。我发出一声怒吼，从领口拔出那根银色毫毛线，直接当作导管刺进了锁链的缝隙，以此作为反向输血的针头。咔嚓一声清脆的爆裂声在溶洞里炸响，在锁链断裂的瞬间，金色的光猛地炸开，瞬间将整片阴森的溶洞照得透亮。那些黑气一碰到金光，立马就消散了，发出一阵滋滋的响声。
我的长生道果！清虚发出惨叫，半边身子被金光照得冒出阵阵黑烟。他眼看大势已去，咬着牙，顾不得那长生道果，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，钻进溶洞深处的暗道不见了。危机终于解除了，我紧绷的那根弦彻底断了，脱离感像海潮一样袭来。我脚下一软，手松开了树干，整个人直挺挺的往下跌去。预想中冰冷的潭水和坚硬的石头都没有出现，我落入了一个温暖且厚实的怀抱。我费劲的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看到了一张美得不像话的脸，那双眼睛里透着温和的神性光辉，是那个被我救下来的山神大人。他抱着我，身上散发着暖洋洋的气息，正在快速修复我体内那些损伤。谢谢你，人类的小神医。他冲我笑了笑，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很想装酷回一句记得结下枕巾，可眼皮实在太沉了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家那张熟悉的木板床上，阳光从窗户缝照进来，落在被子上暖洋洋的。奶奶正坐在床头，手里攥着个湿手巾，有一下没一下的给我擦脸。醒了。奶奶见我眼珠子动了，这才长舒一口气。你这小子胆子大的没边儿，整整昏睡了3天3夜。我想撑着胳膊坐起来，却发现浑身酸疼。别动别动，赶紧躺好。赤足那边的小伙子说了，你这是脱力伤了神，得静养。赤足的小伙子？是啊，就是那个穿白长衫的小伙子，长得可俊了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倒挺懂药。他叫白眼，也就是你救下的那只白狐。虽然伤还没全好，却带了好多灵芝草药过来。你是他们全族的救命恩人，非得盯着我给你喂下去不可。我心想，白眼那哪是带草药，那是怕我直接挂了，没人给山里的小动物看病。我躺在枕头上，看着房梁发呆。溶洞里发生的一切就像场荒诞的噩梦，可背后的隐隐作痛又提醒我，那是真的。陆川，一个连职业医师证都差点保不住的倒霉蛋，竟然真的打跑了清虚那个死道士，还顺手救了一个神仙。这要是写进年终总结里，院长估计得先送我去精神科挂个号。对了，前2天后山那破庙方向金光闪闪的，村里人都说是山神爷回位了。现在那山神庙的香火那叫一个旺，连带着咱家门口都多了不少磕头的。我笑了笑，随口回了句，便没再吭声。我在家足足躺了1个星期，中间灌了无数苦的掉渣的药汤，才总算能下地走路。这期间，我这小院简直成了慰问品集散中心。黄大每天都来，回回都带一罐子蜂蜜，说是补气血。侍酒送来了一堆亮晶晶还会发光的彩色石头，非说这玩意能美容养颜，让我铺在枕头底下。我看着那一堆能把人硌落枕的美容石，心想狐狸的审美果然异于常人。最离谱的是，那条被我治好消化不良的蛇精，它扭扭捏捏的送来了一张半透明的蛇皮。陆医生，这是我刚退下来的，给你裁件内甲，刀枪不入，还能避暑。我看着那张冰凉黏腻的皮，嘴角抽了抽，心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尝试这种奇葩时尚。我哭笑不得的收下了这些奇奇怪怪的谢礼。林间小院每天都热热闹闹的，院子里不仅有晾晒的草药，还有满地乱爬的小狐狸和黄鼠狼。我正在院里躺椅上晒着太阳，怀里揣着赤岩草取暖，一个久违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是我以前在医院的铁哥们，那个话痨妇产科医生。小川，你火了，那事儿查清楚了，你没责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那一嗓子震得我耳膜生疼，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什么反转？我这正忙着跟松鼠交流感情呢。还交流个屁呀！就你之前那场手术事故查清楚了，那病人家属根本不是东西，为了骗保，术前偷偷给病人喂了国外带回来的违禁药。法医重新做了鉴定，病人的死因是药物冲突导致的心力衰憋，跟你那当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网上那些骂过你的人都倒戈了，医院官微都被道歉评论淹没了。主任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城里。他还说要给你发奖金，职位也给你留着呢。我握着手机愣住了，真相大白了，我不是杀人凶手，我没弄丢那条命，那个压在我心里好久的噩梦总算散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看着满院子的鸡飞狗跳，赤九正带着几只山猪在后院掰手腕，赢了正嗷嗷叫唤。那只断了翅膀又被我接好的喜鹊，这回正蹲在老槐树上，扯着嗓子唱着跑调的山歌。这儿闻不到消毒水味，全是草木的香味。我突然觉得那个满是监控探头、消毒水味和无尽纠纷的办公室离我好远好远。我拿起手机，慢慢敲下几个字回了过去，那边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只回了一个好字。我收起手机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骨头缝里都透着舒爽。这时院门口传来一阵吭哧吭哧的喘气声，我抬头一瞧，乐了，是一只圆滚滚、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，正抱着肚皮坐在门口哼唧。它见我出来了，眼泪汪汪的指了指自己鼓得像球一样的肚子，显然是吃撑了。医生，我好像又贪嘴了，我站起身，拿起旁边的听诊器，受难神灵化成的一缕微风，绕着院子轻快地转了一圈，带起阵阵清凉。我盯着他那圆滚滚的肚子乐了。行了，先给你揉揉肚子消消食，下个病后已经在路上了。